最后呢，毛泽东拍板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名，揭开两个中国的序幕。所以今天大家在讲两国论，两国论的始作俑者其实是毛泽东。各位财讯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金河，欢迎再度收看老谢开讲。这个礼拜呢，我们要来看在台湾的30国庆日之后呢，中国对台湾展开联合利剑演习。这个联合利剑演习呢，为时13个小时。那么2022年的裴洛西到台湾，中国开始对台湾的外海展开演习的轰手。那么到520的赖总统的就职，那么联合利剑演习为期大概1周。这一次呢是1天不到。那么我们看到共军的飞机跟船舰呢，那么形成一个封锁包围之势，这个是大家所看到的2024B 的联合利剑的演习。那么在这一次演习当中，你看到第一个，美国发表非常严厉的谈话，警告中国不要蓄意造成更多的争端。欢迎您一起加入财讯的频道会员，支持最懂投资的财经媒体财讯，跟我们一起追踪政经趋势以及产业状况，成为财讯粉丝团财团的一份子。或者你也可以针对你喜欢的节目抖内我们，让我们可以持续为大家带来更精彩的内容。而在敏感时刻呢，我们大概看到北韩呢，这个时候炸掉的连通南北韩的公路跟铁路，也引发国际社会高度的关注。那么南北韩到底会不会引发更大的冲击？日本的石破茂也提到日本要建构这个亚洲版的北约。我们来稍微回顾一下，在过去这几年当中，经济学人连续3年把台湾列为地表上最危险的国家或地区，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在这3年当中啊，台海没有发生明显的战端，但是呢，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再到中东的情势，哈马斯去打以色列，那么现在看起来南海情势也非常的紧张，再到现在南北韩双方剑拔弩张。那么我们看到桥水的瑞达利尔呢，他最近也警告了，他说第3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几率上升到50%。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好好重新来审视一下，在整个地缘战略当中呢，台湾未来所面对的角色跟我们要站在什么样的位置，我相信今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时刻。那么中国的军演也唤醒了大家的注意，中国不断的强调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但是呢，如果大家从历史的角度来讲，这一次赖总统在国庆的大会上的致辞，其实大家已经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你看到赖总统告诉大家，中华民国呢，在台澎金马落地生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呢互不隶属。那这个话其实隐含很大的深意。赖总统告诉大家，中华民国在台澎金马落地生根，换句话说呢，中华民国一直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我们从来没有建立新国家的必要，而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呢互不隶属。那这段话其实我再稍微回顾一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时候呢，毛泽东他邀请的民主派人士呢，大家共商国事，也讨论到底使用中华民国的国名，还是要另立新的国家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后呢，毛泽东拍板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名，揭开两个中国的序幕。对毛泽东来讲，当时国民党已经兵败如山倒，共军一路进逼，而国民党的军队呢节节败退。毛泽东认为可以把中华民国完全歼灭，但是呢，大家看到共军渡海到了古林头，那么这一场生死决战，共军并没有打败国民党的部队，而国民党呢在台澎金马站稳了脚步。毛泽东做梦也没想到，当时他认为只要花2周的时间呢，就可以完全击溃蒋介石的部队。但是他没想到，中华民国在1949年之后呢，续命75年，历史经常都在大家预期之外发生。所以今天大家在讲两国论，两国论的始作俑者其实是毛泽东。换句话说呢，在1949年之后呢，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呢是2条路线在发展。所以从1911年到现在呢，中华民国有113岁，中华人民共和国呢75岁。所以这个祖国之收中华民国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5岁以上民众的祖国。这个两岸4个不变，但是呢，两岸互不隶属，它是非常的坚持。所以国台办呢严词批评
赖总统破坏和平，但是大家可以了解，和平不是跪下来你就会和平的。我们看到英国的《卫报》呢，大篇幅报道赖总统在国庆日的致辞的演说稿。那么我们也看到赖总统在强调，中华民国曾经在国会社会上被放逐，但是台湾人民从来没有自我放逐。民主自由在这块土地上茁壮成长，中共无权代表台湾。好，这一次我们也看到诺贝尔经济学奖3个得主，其实也告诉大家，没有民主机制，在共产集权专制底下呢，经济繁荣可能一时，但是最后呢，人民还是回到吃草。在过去很长时间呢，大家都受到马总统的影响，马总统不断的告诉大家，两岸关系不好，台湾经济一定不会好。艺人阿给来讲，两岸要好，台湾才会好啊。这个论述呢，大致上是错的。我们可以看到，我在2017年的时候，其实告诉大家这张照片，我特别留下来。习大大呢，在特别强调中国制造2025，那么弯道超车，也包括一带一路啊，厉害的我的国。当时我就讲，台湾会兴旺30年，中国呢坏30年。这个话在当时台湾社会呢，其实大家相信的不太多所以最近 FB 有人把我的观点把它整理出来。过去的很长时间了，两岸关系就不太好，但是不太好呢，台湾经济反而走出一个新的奇迹。我们看到台湾的价钱指数，其实在1990年我们已经到12682了，现在呢最高来到24416点。如果你把这个图对比，在1990年的时候呢，我们在形容台湾前烟角木。台湾的资金已经非常多了。那经过30年，台湾其实都无动于衷。但是为什么到2020年的7月呢？台股重新走出一个宽阔大道。我特别把4个总统的就职8年当中股价的涨跌作为他们一个政绩的考评。我们看到，在阿扁的时代呢，股价上涨192.17，而马总统呢做8年，股价下跌1178.69。大家特别注意了，马总统任内呢，两岸关系非常好。在2015年的时候呢，陆客来台观光，1年418万人次，这是历史最高点。但是呢，2015年也是台湾经济落到最谷底的一年。2015年，主光的赵伟国放话要合并台积电、联发科，要吃细品跟日月光。当时历经股票下市，茂德破产，南亚科股价剩下1.2块，这是两岸关系最好的时候呢，台湾经济在最谷底。而蔡总统的时代呢，台股上涨13127点，这个是值得夸耀的发展的里程碑。换句话说呢，蔡总统上任之后呢，两岸关系就不太好。但是在不太好当中他走出一个宽阔大道。我也曾经当着赖总统的面告诉他，如果他能做8年，比照蔡总统的规格，台股最后应该落在35000点。这是3个总统领导人的台股的涨跌幅，也给大家来参考。台湾能够有今天第一个呢，台商大规模从中国在撤资，而另外一个呢，台商回台投资3大方案，总共通过投资呢2兆3542亿，这个是台湾制造业回台投资非常重要的根本。大家在看到银行的存款在2020年之后呢，增加4.2兆。这张图我已经用过很多次了。在2019年以前，台湾的银行存款1年平均增加1.5兆，但是2020年之后呢，整个资金大幅回台，也创造台湾的新的里程碑。所以股价也就在2020年的7月呢，它终于正式越过12682的高点，所以它已经30年了没有创新高了。那我们看到中国军演在抗议赖总统的演讲，但是大家可以想见得到，赖总统在成长的路上其实跟我很接近。他有一段话写，他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45年前的美丽岛事件，以及前后一连串的民主运动。一批同样怀有民主梦想、自由理想的人，无畏牺牲、前仆后继，用生命呢推开民主的大门。100多年来，人民要当家做主的愿望终于实现。那这句话其实也应验了民主的可贵。而马总统呢抗议赖总统制造新2国论他退出国庆的大典，所以这次本来阿扁来参加了，如果4个总统站在一起，我相信这个在历史上应该是一个难得一见的画面。但是马总统缺席，那我相信在中华民国这一片大棋当中呢，我们要特别了解这个世界充满的变数，但是台湾仍然昂然往前行。那么我们看到，在中国的发展的路上，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一个国家呢，如果人民不能当家做主，只凭一个人的
意念在做决策，我相信这个国家会面临非常大的变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一段时间，大家都在为台湾加油，而台湾的艺人呢也在选边了。我们看到最近的吴康仁到焦安普，他们等于是把台湾的脚给断掉了哈。那最近我们也看到政府现在对退将张幼霞先生呢到香港参加中国的国庆唱国歌啊，这个会被惩罚降薪啊，从9万降到2万。我想台湾要有一些基本的态度啊。艺人陈升在讲，我把中国市场封杀了，我最臭屁的地方他说就是把台湾市场做得很大。我不缺钱，你就拿我没辙了。台湾内需啊就足够了。我们也看到，台湾在全世界只有16个邦交国，但是有111个国家免签证可以自由旅行。中国有178个邦交国，但是只有11个国家呢免签证。范畴先生生前告诉大家，台湾呢要善用2张身份证，一个是台湾，一个是中华民国。我相信范畴留下非常多对中国的经典看法，也值得大家共同来思考。中国的社会呢，也面临非常多的自我的反省。陈丹青先生他说：“你敢烧掉你手中的美国绿卡，我就相信你是爱国的；你敢把孩子送到朝鲜去留学，我就相信你是热爱社会主义的；你敢公布所有的官员的财产，我就相信你是真反腐。”你敢把选票投给全国人民，我就相信你为人民服务。陈丹青这一席话呢，也给大家重新省思。中国在1985年之后呢，它跃升为世界的经济大国。大家可以看到，在1985年的时候呢，苏联是世界第3，日本第2，美国第1，中国排行第9。那个时候的中国的 GDP 啊，3066亿，在这30年当中，中国的跃升啊，堪称是世界的奇迹。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崛起之后呢，美中角力其实是主轴。我们看到在这一段时间呢，美国的社会呢，充满了以美论。我们第一个看到，这是美国的摩根大通的总裁，他说美国经济繁荣存在多年是大错误，他认为美国要升到7%。那么同时，他也一度认为摩根大通会比中国共产党的寿命更长，但是呢，中国一施压力呢，他立刻就跪下来了。这是戴蒙在美国社会呢，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中国充满了谄媚。美国这个自由社会当中，去膜拜集权专制体制，它是其中一个。而美国的社会呢，也一大堆天天唱衰美国的人，他认为美元地位正在动摇，这是标普全球首席经济学家。那最亲中的应该是瑞达利尔，他说中国推动共同富裕呢，美国需要效法，缩小贫富差距。他说在数字上可以看到美国的领导地位呢正在式微，中国正赢得贸易战。瑞达利尔一直到今年，他终于承认中共的治理更加独裁专制。这个时候他慢慢醒悟了。那瑞银的董事长也提到，他说全球银行家都非常亲中国。拜登已经告诉大家了，中国经济和人口问题是一个定时炸弹。大家可以看到，中国的林毅夫呢，他认为中国不会重蹈日本覆辙，但是呢，你最近看到中国的股市的复盘，中国的房地产，这个也大概告诉大家，中国在这一轮当中，它其实所面临的泡沫经济的调整艰困程度一定超乎大家想象之外。所以回头来看，在中共这一次的军演13个小时结束之后呢，第一个呢，国人一定要开始有一个备战的防疫的心态，不要坐在家里以为敌人不会来，全民要有高度忧患意识跟备战的心智。第二个呢，台湾在经济发展向前行的路上呢，两岸关系不佳，台湾经济不会不好。这是今天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台湾经济都在中国恐吓当中呢，一步一脚印。最重要的关键，钱回流还是钱外流？如果这个国家资金不断的外逃，这个国家经济一定不会好。这是今天老谢开讲给大家提醒，给大家的关注。那么下周同一时间，请大家继续收看。